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，看电视享5 G， 选中国广电。好，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孔云龙，恩爱百年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夫妻吵架的时候多考虑考虑孩子，我就是现场替咱们家宝宝说话那个。替宝宝说的也得替夫妻说哈，希望我们天下的夫妻还有情侣们都拥有幸福的爱情。我是你们的朋友严品红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理咨询师柏燕怡。我觉得爱情让人着迷和让人发狂的都是同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它不受控制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。没有不吵架的夫妻啊，但记住一句话，不要在情绪当中做任何决定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周先生55岁，来自四川，自由职业；王女士52岁，来自四川，自由职业。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情感困惑呢？你们现在出现了什么矛盾？我忍受不了他妈妈的态度，他妈妈觉得我抢走他的儿子，现在居然还要我交生活费。其实我也很为难，一边是我的妈妈，一边是我的爱人。你们有做过一些改变吗？我已经把他妈妈当成自己的亲人在照顾，但是还是改变不了他对我的态度。其实生活费的钱我已经偷偷帮他出了，也一直在维护他们双方的关系，但是现在搞得我也很累。我觉得我太难了，一边是妈妈，一边是爱人。未来的婆媳矛盾。这先从最初说说吧，你们俩怎么就认识了呀？我和他是3年多前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面认识的。我主动去追了他，而且我一眼就看上他了。这两位都是曾经有过婚姻的是吧？这个年龄。对。一眼看上他什么了呀，先生？各方面我都喜欢，不管以后怎么样，我都会对他一如既往，此生不悔。哎呀，好。他一直加我的微信，我都没通过他。加了好几次微信呢，就我也不忍心嘛就通过了。他呢就是各方面嘛，等于说相比下来说，我当时不满意，他各方面都有。他的外貌还有他的不好的习惯，抽烟喝酒，经常出去和那些人去唱歌啊，我就感觉他这个人不适合我。因为我要想找到人过日子过完余生靠得住的那种人。那后来怎么就同意了呢？因为他3番5次追我，对我好，对我很体贴。经过有2、3个月的时间，我就感觉他还比较真诚，但是我就这样被感动了。先生讲讲怎么追的呀？就追上了，人家一开始那么都看不上你。每天接送他上下班之类的，给他买礼物买衣服这些。那这中医也同意了，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那咱就好好相处呗，都这个年龄了，对，遇到也不容易是吧？对，我也想我们这个岁数了遇到这样对你的还是可以相互了解一下嘛。就这样慢慢的，经过了2、3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就住在一起了。因为他的家庭也没有什么，他也没有孩子，只有一个老妈。那您有孩子吗？我有一个孩子。孩子多大了？独立了吗？没有，我孩子现在24岁，现在在读研究生，还没毕业。跟您生活吗？他这个不存在跟我生活，我们离婚的时候，我小孩上大学嘛，他已经都18岁，都成人了，就不存在跟随。所以你俩就是2人世界呗哈。对，现在是因为老妈和他完全水火不容。我处在中间真的太难了。我刚开始到他家里面的时候，我都是抱着很真诚的，就是说跟他过日子，对吧？他妈经常在我的耳边说这些，我们成都没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到你家我还要交生活费怎么。我当时跟我说这些话我都没听懂，他也没有明跟我说，对吧？过后呢，我跟他出去，他就讲明了他妈给我他妈的意思，叫我交生活费。当时我心里面很难受，很不高兴。我说我也没有图你大富大贵，对吧？你还要交我生活费，我没有大喊你给我钱都算好的。是先生邀请你搬到一起住，还是你主动？还是我你邀请的，主动的。女方自己有房子吗？女士？
那你为啥不邀请他来？这样你俩二人世界不是更简单一点吗？因为就是说他母亲岁数大了嘛啊，也不能就是说离开他，因为我家里面小孩在外面，所以说我就搬过去一起照顾他老妈。哎呀，是这个原因。姐姐还真的挺善良孝顺的啊！这未来婆婆说了要给生活费，也转达给你了，你后来给了吗？给了啊，还真给了。我给的啊，等于是男朋友给了，就为了平息母亲的这个要求。对，你觉得妈妈这个要求合理吗？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合理，都不容易，这个岁数了在一起，还提什么钱呢？谁有就有谁的，无所谓的。其实我很反感这种我妈的这种态度。您母亲多大年纪啊，先生？我的母亲已经今年81岁了。她的思维意识各方面身体健康都还可以吗？就脑子精神上是正常的，但是她的很多老年性疾病太多了。就是她的思维是正常的。正常的。那她为什么要对一个50多岁、将近60岁的儿子的私生活要指手画脚、设规矩呢？就是太苦恼了，我真的弄不清楚啊。这先生其实也觉得妈妈做的不是最恰当的哈。那你这男朋友不也挺好？他中间调和了吗？那咱老年人80多了，不跟他讲道理了，对吧？钱反正咱也没出就行了呗，反正还是你俩过嘛，这不行吗？是这样的。他妈呢，有时候好像就是我跟他儿子抢他的爱了。有一天他妈就当着我的面说，他在排行是老二嘛啊。他说老二，他挣的钱不拿出来用，你的钱用完了，儿子拿到你用什么钱？他的钱怎么不用呢？不拿出来用呢？我就听到有一点生气嘛啊，我就当时就说老妈，我说你说这个话真的太没有道理了，我说不可能说我在外面挣的钱，每一分钱我都给你用吧，那个时候我还要买社保，对吧？当时他就出来站在中间说他的母亲呢就没有往下说了。哎，那有没有想就是说，那因为毕竟老母亲80多岁哈，需要人照顾，必须要照顾。哎，你们在一起照顾她呢，又有诸多毛病，那你俩搬出去住，然后你天天回去，或者再雇一个什么保姆阿姨，就帮衬着来来回回跑这样呢？不，我妈是不赞成请人照顾她的啊，必须要我。因为是这样的，他妈很依赖他。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出去不管在哪里玩，还没有到时间，一个电话都打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啦？哎，你问一到就完了嘛，一直打电话打得不停。那女士，你跟这个男朋友说过吗？说不行，咱搬出去，咱每天回来照顾照顾妈。哎呀，他妈我又没有什么对你妈不好，或者是和你说你不要照顾你妈，或者对你妈不好，我又没有这样要求他，对吧？我也不知道我出在哪里，每天我还是那个样，上班回来下班，不管我家务事我也要做，早晨我要给他妈每天他要吃药兑奶粉，我都每天都是我在做，对吧？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做错啊。他妈就很奇怪，他就说我们搬出去。我说为什么搬出去？搬出去做别人会说闲话的，对吧？就是老妈妈说让你俩搬出去，对，是这意思呗？对。男士，你说一说怎么回事？当时我确实也劝不下来了，还是他们之间的矛盾。不是，原因是这样，那个时候的矛盾就是说，他的母亲就想我们分开，不要和他跟我俩在一起，因为他前面2个女友，都是他老母亲，跟他。对，这个是事实。这个是事实的，因为他就不要他的儿子找女朋友啊，所以人家老妈妈意思是说你出去吧，你别在这儿住了。那我多问一句，您离婚也是跟您老母亲有关吗？不，那个时候他的心态没有变化。我离婚是在9年多前。所以说您是觉得您的老母亲的心态有了变化？对，我认为。但是即使是他的心态有了变化，但是做儿女的也没有办法。所以你这半辈子这个婚姻啊、情感啊，始终和母亲是搅在一起的，是吧？对，就没有分离过。因为我的母亲真的很苦，在我4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去世了，所以一直都是我的母亲把我带大。老母亲其实想拆散你们，所以想赶你们走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那你们走没走呀？走了。走了？你一个人走的？不是。不。所以他的老母亲呢，叫他也跟我说，要么分手，要么如果是他选择我，
就和我搬出去住。你妈妈挑这个你女朋友什么毛病？觉得她没有拿什么钱来维持生活，就这一个原因。对。那其他生活，她刚才讲了什么冲奶粉啦，什么冲药啦，照顾方面做得到位吗？都很到位。从我来说，全方面都到位。所以你就决定还是跟着女朋友搬出去了？对，没有听老妈妈的话说我们分手是吧？没有分手，绝不分手。搬出去了以后呢，这关系缓和点吗？在24年前嘛，有感觉到他母亲一个人在那边生活，他也不放心，就跟我商量，就说还是，他妈呢也感受到，又给我打了电话。我当时我很犹豫嘛，我说我现在跟老二考虑一下这个事情。他妈还是这样说了一句，他妈说你们搬回了嘛，我交生活费。那不就挺好呀？挺好，你去还啊，这都各退了一大步，这妈妈也退了一大步了嘛，对，是吧？他也劝我，我说搬回去你妈肯定还要拿，不会啊，她这么大的岁数了，还要那什么？好，回去没有？回去了。回去了。然后如何？然后呢？然后肯定还是然后就是过了几天，因为我在网上买了2双鞋子啊，我就在我们房间试嘛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看你的鞋子到处摆的是啊，我说您家里有这么宽，怎么办呢？他就说，你家宽，你怎么那搬你们家里面去住，你们怎么也不搬到你们家里面去住呢？我们起着一句玩笑，对吧？他老母亲在外面就在客厅里面，就大吵大闹，我就开始闹了，我都不知道闹什么，把我都整懵了，我也没有做出什么，对吧？你这样骂我，我说我都50多岁了，我其实我还没有就委屈嘛。很委屈，真的很委屈。他呢，反正就是站在中间，反正说他妈也是说我，大家就歇下来了吧。第二天我一想不对啊，我刚刚搬过来几天，你就要也是这样，我说你妈可能改不到这种习惯了，我说我就要搬走。当时他妈看到不对的时候，他说燕子，我叫燕子嘛啊，他说燕子过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还是继续收拾我的东西，准备搬走。然后呢，他妈就很大声，燕子，我错了嘛。他走进来了，他说我妈这么强势的一个人，从来没有跟谁说过她戳我那样过。东说西说的，我心有软下了，我就没有搬嘛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老妈有一点很多谎言，还有个挤嘛，他就在他们挤那边说我这样不对那样不对，说我又要喊叫他们挤过来叫我们分手，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你上来一趟，他的子女嘛上去了，他挤和他子女就给他很凶的对他说啊，你怎么对了妈，怎么对了妈。他当时听了很恼火的，就跟他姐就把就是来源去脉都跟他们姐讲了，听了这样的话都说他老妈不对，他们老妈就不开腔了，就不说话了。那你们俩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如果是再是这样的话，我想我跟他过不下去，因为我这个岁数了，我不喜欢就是带着情绪去生活。这个先生头都低下来了，接下来怎么办呀？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的想法是，我们的日子还必须过下去，只是老妈那里尽我最大的能力，促使他们活好。跟你老妈走到这步肯定是活不好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搬到那边去住，可能路程有一点远，照顾老妈不方便，对吧？就挨着他老妈租一个房子，你去照顾他，吃饭什么。这个可以啊。完全可以，那这矛盾不就解决了吗？哎，先生，我这么问你吧，你想过娶她吗？想过啊。商量过这个事儿吗？商量过。商量了个什么结果？最多就是明年就会结婚。这是你的想法？对。女士呢？他妈岁数也那么大了啊，如果是你老妈哪一天不在了，我才跟你结婚。这先生太不愿意听这个了哈。你的男朋友特别不愿意听你这么说，好像这个老母亲成了你们结婚的一种累赘。不是累赘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就是说他妈现在这个样，结婚还怎么，肯定又要出什么幺蛾子。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女士，那是什么阻止你离开他的选择呢？你们又没结婚，
你的钱也都从来没在他手上，这日子就让你觉着你 PK 不过他妈妈，那转身就走人吧，潇洒的人生是什么阻止你选择潇洒的离开呢？因为就是说他嘛，对我还是可以，还是人好。人还是可以。我们这个岁数找一个真诚对待你过到老的人还是很少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对吧？我就考虑到这个。所以你们俩现在的核心的矛盾是结婚不结婚的事儿，是吧？还有这个老妈之间的关系的事是最大的，所以今天来请教各位老师，我该怎么办？来吧，看看我们疗愈团的老师们有什么样的建议。咱们这个中国就是百善孝为先的，对母亲这个真的这男方做的真的很好，我特别敬佩就这样的男士。但是呢，他的精力可能有限，确实是在中间在调和的时候，不管是有这个不足的地方也好，或者什么，我也希望女方能够多去谅解。但是打我心里来讲，我真的希望是会有一天，希望你们能走到最后。谢谢。在没有您女朋友之前，老周，就是咱们的生活里，咱们是最近几年咱们的生活里才有这王女士的，是吧？对。以前都不认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那时候你快乐吗？那个时候除了照顾老妈，其他谈不上快乐。为什么谈不上快乐？因为毕竟这个岁数了，也是一个正常的婚离了，谈了俩女朋友不行了，都跟你分开了。主要是还是怪我嘛，没有合理的把婆媳之间的关系调节好。在没有王女士出现在生活当中之前，咱就不快乐。对对对。所以今天王女士站在这儿，如果您继续面对不快乐，怪谁？我觉得也怪我自己，只有怪你自己什么？能力有限。什么能力？就是在这个调节婆媳之间关系的能力上有限。就是你认为这是你能力有限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注意，这里依然有一个人没错。王女士，我说明白了吗？依然有一个人在你男朋友那儿他就没错，前面3任你男朋友也没说他错。到您这儿也没说他错，您的男朋友只说我能力有限，这事儿就没怪过我妈。3位前辈倒在前路上，人家妈妈都没有错。那是一个他永远不会去对抗的人。对，您还不改条路走？那这个先生，其实我觉得你确实不适合建立，至少这个阶段不适合建立特别亲密的关系，因为你有一个没有解决的亲密关系，就是您的妈妈。按道理你在小时候，你在长大了之后，亲密关系应该和妈妈就剥离了，你没有剥离，这个咱不去探讨。现在就是这个状况，先生改变不了。他即便说我爱上一个女人，我很想和她成立一个家庭，那个妈妈一定是他更爱的人，或者说他更没有办法分离的人。所以现状就是这样。那我想劝女士的是啊，你如果觉得这个男人忠诚可靠又孝顺，对亲人很好，甚至你也有这种是他的亲人的感觉，对吧？你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托付未来终生的人，你就离他稍微远一点。我们保持着一个，比如说我们是1周见一面的快乐情侣啊，我们是这个能约着1年去旅游2回的好的伙伴，轻松的关系，你俩就能在一起长长久久。这是我给您的建议。谢谢。我给先生的建议啊，所以你别着急娶她，你娶她他更难受。这你就算搬到妈妈旁边，这婆媳俩总得见面，她又这么孝顺。说实话，我为你女朋友而感到非常的感动和骄傲。你说没结婚就跑到你家去伺候你妈，80多岁还那么挑剔一个老年人，实话实说，是吧？确实。那我给你的建议是，在您和母亲还没有办法分离，也分离不了的情况下，您就先把您的感情收收吧。因为您的感情撒给谁，谁受伤，您也夹在中间很难受。希望你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的幸福的生活状态。谢谢。谢谢啊。对于王女士来说，其实她的妈妈向您道歉，不是她认为她错了，而是如果她不向你道歉，她儿子就不会回来。如果你不留下，她儿子就不会留下。你知道为什么你的未来准婆婆会对你有那么多的挑剔？其实她在无意识当中
再告诉他儿子，儿子，除了妈妈是全心全意最爱你的，其他的人都不像妈妈这么爱你。所以为什么在您旁边的周先生不能认为他妈妈错了？他妈妈一定错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为什么你都快60岁，你妈妈还能在你的私生活里设条件？这一定是越界。那为什么他不能认为他妈妈有错？因为他妈妈用了一辈子，这还不起。所以你要想去跟他的母亲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竞争，无论他搬出来跟你住，还是他不搬出来跟你住，对不起，你都必输。因为你都让他感觉他亏欠了他妈妈的一辈子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要等他妈妈有一天100年之后，我们再能在一起。其实你这话道出了一个本质，就是因为这个男人现在不自由。一个男人在已婚状态当中，他是不能够去开展第2段的恋爱关系的，那样做违法，违反道德。虽然您的先生没有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，但是他承载了另一个女人的人生的全部，全世界。在心理角色上，他其实就是一个错位的关系。所以对于周先生来说，你以为你说我没办法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能力不够。您没这能力，没有哪个女人能接受自己心爱的人同时属于另一个人。那这个时候，你们2个人如果真的珍惜彼此，我觉得品红老师刚才说的，你们之间选择一种相对有距离的恋爱关系，同时给予这个老人家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，等待瓜熟蒂落的时候。如果现在强行去做，只能够让你们得不到你们想要的。谢谢。周先生，我问几个问题啊。老妈近期记忆力有下降的表现吗？没有，记忆力没有，只是她的记忆力很好，很好。只是什么？她的基础病太多了，高血压，所以她身边离不开人。离不开。那曾经搬出去那段时间，不也算离开了吗？都是由我每天来回的跑。告诉我一下频次。每天从早上到她晚上吃饭之后，我才回这边。就是你白天在老妈在这边，对，晚上回来住，对，所以晚上你是可以离开的。对，好，现在就做一2选1，一个妈妈，一个可能会成为自己未来伴侣的妻子，选哪个？你刚才说了，哎呀，我这能力不足。好，现在就是考验你的能力。2个可以兼得，但这2个可能不能出于一时。明白吗？懂了。你不要把问题极端化，不要什么都要在你的身边要共居一屋，未必。对，要说有距离，保持这种距离就可以过下去。也就是说，您就累点儿，能累几年？对吗？大姐，你所谓的好儿媳妇儿，你只要真真正正的是支持老公，并且做到你的义务就可以了。因为你受不了老人跟他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咱就住隔壁嘛。对，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好。如果此时妈妈又给你打电话道歉，说妈您没有错啊，但是呢，就是我需要有我的生活。如果你想见我的话，我可以回去；如果您只想见儿子的话，他随时可以回去。未来可能有一段时间，老人晚上也需要你。对，这个特殊时间你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设，好不好？问题解决了。对，谢谢啊。好，老师们的建议你们去思考哈。对，好的。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专门后，一会儿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如果您有任何情感困惑，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唯一的官方热线电话022-2360-6301。我们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千万不要被骗。我们看这对情侣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期待。哎，好的，还是我们很愿意看到的啊。对，再往前。在那心尖上，心尖上，心尖上，住。我们一起见证一下你们的幸福吧。啊，老实人，哎，
回去想好怎么办了吗？想好了，想好了，就像你说的那样。哦，搬在一起，租一间房子，租一套房子。对，太好了。这个相爱的人吧，总是愿意找各种各样的方法，让我们的爱情不会分开，能够长长久久。也希望你们通过磨合，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你们的幸福的路。啊，谢谢啊，祝你们幸福啊！再见，谢谢，再见，谢谢。那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容美好，共未来，天津卫视。